大家好，我是健康管理师李晓。这段时间天气热，出汗多，我们会感觉脸上的毛孔变得比较粗大。其实呢，这个阶段也是一个美容的好时机。我们经常可以在睡觉前去用刮痧板轻轻地刮一刮面部，因为在这个阶段，通过刮痧的方法，更加容易把淤堵的垃圾带到排泄通道，让我们面部的气血更通畅，可以增强皮肤的弹性。长期坚持呢，可以改善松弛、老化以及长斑的问题。那今天呢，就跟大家演示一下美容刮的方法。大家可以在家里面呢拿一块刮痧板，我们一起来做一下。我们家里的刮痧板呀，可能形状不同，但是呢，它一般都会有比较厚的面，也会有比较薄的面。刮面部，我们多选择比较厚的面，要光滑圆润的那一面。可以用脚部，那么也可以用边上比较厚的这一段。好，我们刮面部呢，要从上往下把整个面部都刮到。首先刮额头的部分，刮额头我们就可以选用比较厚的这1/3这一小段，从印堂开始刮到眉尾，然后刮到太阳穴，刮到太阳穴后，好，把我们额头两侧都刮一刮，那么左右两侧呢各刮10到30下。刮额头可以消除我们眉间的竖纹，可以消除抬头纹。刮的力度由轻到重，以自己感觉到舒适为度，一定不要力度过重，不能把皮肤刮红、刮破，也不要刮出痧。很多人的面部的角质其实还是比较薄的，所以呢，我们轻柔的去刮，手法要轻柔。左右两侧各10到30下。那刮完之后呢，感觉面部微微的发热就可以了。接下来我们再来刮眼周，刮眼周也是从内侧向外去刮。我们选用比较厚的这样一个角，刚刚好可以刮到我们眼周上面和下面。先刮眼部的上面，闭起眼睛，从内眼角刮到外眼角，轻轻的去刮。中间可能会发现有一些比较痛的地方，那没关系，咱们可以轻轻的刮过去。主要是沿着我们的眼眶、内眼眶再刮。好，上面10到30下。感觉到皮肤稍微的有点痛了，就可以不刮了。再刮下面，还是从内眼角向外眼角去刮，刮到太阳穴。左右两侧都一样。那么刮眼周呢，可以改善眼部的细纹，可以改善黑眼圈以及眼袋的问题，还可以让我们的眼睛缓解疲劳。刮完之后再睁开眼睛，其实是非常舒服的。接下来再刮鼻翼两侧苹果肌的这个距离，这个位置，还是用比较厚的这一段，从鼻子的一侧开始刮过苹果肌，然后向上提，刮到太阳穴，再向后刮，刮到耳后，有这样的一个提拉的动作。那这个部位呢，力度比我们额头的地方更要轻柔一些，因为脸颊这里的皮肤更弱一点。好，轻轻的左右各10到15下。最后是刮我们面部的下侧，也就是我们下巴这一部位。那么很多刮痧板它都会有一个凹陷，其实这个位置呢，刮我们下颌这里是刚刚好，非常舒服的。好，我们就用这个凹陷把它放到下颌骨上，从下往上去刮，那一直刮到耳朵旁，再向上提一下。我们在美容刮当中我们面部的皮肤，我们尽量的向上提不要往下去刮，这样的话会加重我们面部的下垂。向上提，好，左右两侧同样也是10到30次就可以了。
那么您不用每天都刮我们每周刮3次以上就可以了。在刮之前呢，一定要先做好基础的清洁工作和保湿，然后呢，使用自己经常用的一些精油或者是保湿露、保湿霜作为介质，起到一个润滑和保湿的作用。如果您的面部比较敏感，或者是现在正处在过敏期，或者是有痘痘有一些这个表皮的伤害，那就暂时不要刮。我们等到面部皮肤比较稳定了之后，再来进行面部刮痧。面部刮痧我们不追求出痧，它的目的呢在于疏通面部的经络，促进血液循环。我们脸上的血管是比较丰富的，而且呢很多人这个皮肤也比较敏感，所以呢手法要轻柔为主，不要出痧。如果发现有出痧，要立刻停下。有个朋友跟我说过，女人最好的美容就是睡觉。的确呢，我们去看一般睡得比较好的人呢，他的气色、他的这个精神都不会太差，而往往经常熬夜的人经常失眠的人，那么看起来呢，面部的这个皮肤就会比较松弛，黑眼圈长斑都会出现。所以呢，我们刮痧之后，最关键的是一定要保证自己在晚上的11点之前能够入睡。如果刮完痧之后再去熬一个夜，那这次刮痧就等于白刮了。好了，那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。喜欢我的视频，欢迎大家给我点赞和关注。有问题也可以留言给我，谢谢大家。